如果这个世界到处都是龙，而且玩家可以驯服，会发生什么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模组视频，模组的名称叫做龙之国度。你们可能已经看腻了各种可以骑龙养龙的模组，基本上都是什么末影龙、冰龙、火龙之类的。今天我们的这个龙之国度给我们提供了7条可以驯服的龙，暂时是7条。这些龙可以用于各种方面，并且每条龙都有它特有的属性和技能。接下来就请收看本期模组介绍吧。第一个是银色滑翔翼龙，这是一种会自己进行飞行，而且攻击性不是很强的龙。我们可以使用鱼肉将它驯服，驯服之后右键一下就可以把它背到我们的头顶。它的能力和鞘翅有些类似，当我们从高处掉落下来，它在我们的头顶，我们就可以按空格进行滑翔。不过也就只能滑翔了，就算我们使用火箭烟花也不能像鞘翅一样起飞。这只银色滑翔翼龙还有一点缺点，就是它比较吵，会发出比较刺耳的叫声。它和这个模组中大多数的龙一样，都是可以繁殖的，并且有2种性别，雄性的尾巴有像这样子的发光的鳞片，而雌性的尾巴是没有发光鳞片的。喂2只驯服之后的龙小鱼干就可以让它们繁殖，繁殖之后会生下一个龙蛋，把龙蛋放在地上一段时间，它就可以生出另外一只小龙了。下面一只龙是霸王龙，它的攻击性非常强，虽然不会飞，但是如果我们靠近它的话，它会发出吼叫，从而让我们减速，然后很快速的冲过来，几下子把我们打成肉饼。而这只霸王龙也是可以驯服的，它的驯服方式和游戏中的马有点相似。我们给它装上马鞍之后，骑上去拍它打飞，然后过一会儿再骑上去再拍它打飞，就这样不停的循环，直到我们驯服为止。当我们成功驯服之后就非常爽了。这只龙不能跳，但是前期用来代替马是非常好的，它有很高的移速，并且攻击力很高，有一个可以把生物顶飞的技能，这个技能还可以破坏挡在身前的树叶，和劫掠兽有点相似。另外，这个龙繁殖出来的小龙是不能驯服也不能骑的，只能等它长大了才行。那么有请我们的第3位选手，这里暂时称它为潜行龙。这只龙不会飞，很小，而且是一个中立的生物，通常会像这样子很多只一起出现。我们打了其中1只，其他的那些就会一起来攻击你，和狼群的属性非常相似，是一种很团结的生物。想要驯服的话，只要喂它一个其他生物的蛋就可以了。驯服之后，我们可以把它背在头上，把它放下来之后，就可以让它帮我们一起战斗。不过这个龙还有一个不好的属性，就是它会偷玩家箱子里面的东西。第4种沙漠蛇蛇龙，这种沙漠食蛇龙会在沙漠生成，平时会躲在沙子底下，当附近靠近一些小生物，小到小鸡，最大到狼，都会受到它的攻击。而我们平时使用剑之类的东西是打不到它的，想要把它弄出来的话，只用使用一把钓鱼竿就可以了，右键一下就可以直接把它从土里面钓出来。钓出来之后，我们对它使用右键就可以把它抓在手里，它会在我们手上持续挣扎一段时间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放回地面上，或者直接烤了吃。觉得这样做非常残忍的，可以把好吃打在公屏上。元素周期表爆棚啊，铁子们！下面一条龙叫做蝴蝶利维坦，是一种水中出现的龙，非常巨大并且非常罕见，会主动攻击玩家。这据说是这个游戏里面最强大的龙。在水里的时候，这个龙的战斗力非常高，玩家基本上无法抵抗。如果想要驯服它的话，我们要把它引到岸上来，并且要等到下雨天才行。这个龙会使用雷对玩家进行攻击，如果不在水里的话，必须要用雨水来让它的身体变得潮湿。它每次使用了雷击之后，身上的蓝色能量条会消失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次喂食，就像这样不停的挨雷劈喂它，挨雷劈喂它，直到驯服成功。这只龙在水里的移动速度非常快，可以说是水中的霸主了。不过在水面上的速度就不怎么样了。我们可以在水里使用它的撕咬攻击，还有打雷攻击。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就要说了啊，小包，你的氧气值在水里不够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好吧，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叫做龙杖的东西，可以控制它的停留、攻击目标之类的。龙杖的获得方法我会在片尾讲。在这个龙杖的界面，我们可以打开它的背包，然后往背包中心的这个位置放一个潮涌核心。在水中使用雷电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获得潮涌能量，有无限的呼吸、水下夜视，还有更快的挖掘速度等等。那么下一种龙的名字叫做火龙果龙，不过这个火龙果是白心的，我比较喜欢吃红心的火龙果。这个火龙果就是红心的，红心的好吃。
我们没有办法驯服大的火龙果，只能在它还小的时候，身体还是青色的时候驯服。驯服成功之后，等它长大就可以骑行了。除了拥有一个除草技能以外，基本上没有其他战斗能力。可惜这个村子里面没有农田，不然可以让它帮农民伯伯们收菜。哎，不对，这村民都被我杀完了，那没事了。那么下一种龙，在沼泽环境出生的金丝雀龙，挥动翅膀的时候可能会掉出羽毛，想要驯服它的时候跑得非常快，可能要追很久才能抓到它，有的时候还会主动攻击玩家，攻击力和攻击频率都非常高，被追住了就跑不掉，而且还带中毒效果。用甜浆果可以驯服，驯服之后可以帮助玩家们打怪，保护能力非常强。下面的这条龙叫做高山龙，高山龙是一条非常温顺的龙，它最喜欢吃的东西是蜜蜂还有花蜜。想要驯服它的话，我们需要抓一只采完花蜜的蜜蜂，用拴绳拴到它的旁边，它吃完之后就会变成我们的好伙伴了。这个高山龙是一只飞行速度非常快的龙，但是没有什么攻击能力，不过当做坐骑是非常好看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再做第二个人。皇家红龙，非常暴力的一只龙，想要驯服它的话，我们必须要先顶着它的火焰把它打晕。我现在加了无限的抗性，不然的话我可能直接就挂了。多锤几次，给它锤晕之后，稍微等待一会儿，然后喂它牛肉，有概率驯服成功。希望它不会突然醒来吧。驯服成功之后，就可以骑着它到处喷火了，惩恶扬善，守护村庄的和平。那么下一位，最后一条了，这是一只小龙，这个龙叫做金臂龙。这个金臂龙的叫声很可爱，我把 BGM 停了给你们听一下。它们是一种被动生物，没什么用，但是很值钱。右键可以把它拿下来，然后在流浪商人那里卖钱，可以交换到这个模组里面的矿石或者是食物之类的。这个矿石在主世界、下界还有末地都是有可能挖到的。我们可以用这些矿石制作很多物品，比如说龙的灵魂宝珠，这个灵魂宝珠可以像精灵球一样把我们驯服完成的龙给装起来，还可以用来制作我们前面所说的龙杖，还有一些护甲装备，属性基本上都比钻石套装要好，还可以用来制作一些龙的专属盔甲等等。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龙之国度模组正在不断的更新当中，接下来还有更多的龙会加入，另外以后好像还要创建一个龙的维度，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模组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试玩一下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你们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面打出你们最喜欢的一种龙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